快问快答，最令人向往的事情是什么？不是索尼最新款的游戏机或兰博基尼，是足够的钱负担得起房租吗？我们敢打赌，爱肯定是最向往的生活之一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在谈恋爱，可能会想让一些事情靠边站，哪怕是和普通朋友，都不会希望有那样的事情发生。这是正常的，我们都需要一些互谅互让，才能让事情顺利进行。但什么时候会越线呢？什么时候讨厌的事情变得如此糟糕，以至于变成了有毒的事？在危险迫近之前，我们很容易就会放手。我们不希望这样。这支影片就来看看要注意什么。一、控制行为。有没有在这段恋情中感到窒息？也许觉得自己的生活和选择都不再是自己的了。那就说明伴侣的行为已经从同情的关心变成了控制木偶的操纵者。偶尔去个地方是很正常的，尤其是如果情侣住在一起的话，最好有人知道你在哪里，以防万一。如果这些问题看起来像是他们在打游戏时的角色，不过你不能去那里，除非我想让你去。我会选择你对什么感兴趣，和谁交谈。也许是时候聊聊，重新确立自己的人格了。二、缺乏沟通。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上。一段恋情是一条多路的街道，所有各方面都在理解的共同基础上相遇。如果告诉自己的伴侣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很伤人，而他们听了你的话，问为什么会伤人或道歉，然后解释自己，以达成进一步的理解，这就是沟通。如果回应是固执的，那就是我看着办吧，或者自我辩护，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，甚至指责受害者，这是你的问题，算了吧。这绝对不是沟通。总之，如果谈话听起来像是撞到了一堵有进攻性防御的砖墙，这说明你们的恋情已经转向有毒了。三、给予和索取始终只是单向的。健康的关系就是有付出有收获，如果没有这种平衡，就将面临崩溃和耗尽。当一方一直在付出，而另一方永远在索取时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。如果发现自己总是精疲力尽、焦虑不安，并会问自己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然而奇怪的是，对方似乎很悠闲，漠不关心，甚至可能把你的努力视为理所当然。那就是时候问问他们和你自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四、这段恋情没有界限。你和你的伴侣是不是喜欢甜言蜜语？比如，我会在他们身边做任何事，我愿意为了他们的爱做任何事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也是非常不健康的。尽管你们可能很亲密，但仍然需要有界限。知道没有界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？那会看起来像吸血鬼，不断地施以恩惠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。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同情心或同理心的人，利用他们的伴侣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相互尊重，而这种尊重的一部分就是界限。五、伴侣利用你的个人信息来对付你，利用你的个人信息来伤害你，这不是抬手进攻，是正经的犯罪现场，是赤裸裸的背后下手，暗箭伤人。很有可能这些信息是秘密告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信息可以被理解为是不能供公众使用的，而你放松了警惕，通过表现脆弱来信任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你，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推进自己的议程，证明自己的优势，或任何出于其他利己的考虑来叫停或中断的理由。六、他们不会在别人面前承认你们的关系。如果大家处在一段良好、健康、值得拥有的恋情中，为什么要隐藏它呢？正常情况下，如果关系是隐藏的，说明他们以此为耻。更糟的是，他们可能会说他们为你感到羞耻。如果他们为你感到羞耻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和你在一起呢？不管怎样，你不需要这些，这是个危险的信号。最后一个，七、总是被负能量包围着。好吧，说负能量可能听起来有点太一言难尽了，这值得认真考虑。如果我们说的是危险信号，也许听起来更靠谱。危险信号是指伴侣不断引入并保持消极的情绪或心理压力，比如每当和他们谈论一个新目标，
而不是拯救地球时，伴侣会不断找理由停止讨论，除了认真地警告你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危险，他们还可能直接切断可能性，或诋毁说是你想要它，这就是负能量，我们称之为是个危险信号。他们让你情绪低落，步履维艰，尽管你尝试了很多次，想要继续前进。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观点，人际关系是有价值的，但我们有所补充，健康的关系是有价值的，有毒的关系会积极地消耗每个人生活中的美好，所以要善待自己，不要接受危险信号。哪一点是以前注意到的行为？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评论、分享和讨论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，继续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